你知道如何在 Minecraft 1.21中打造出最强的重锤武器吗？重锤这把武器呢，可以在一瞬间，也就是1级的情况下秒掉最强的这个剑手者。那样这把武器为什么可以打出这么高的伤害？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玩法以及附魔呢？在这份影片中，我将告诉你如何制造这把武器、重锤的专属附魔介绍，以及重锤在战斗中的特殊效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重锤的基本攻击方式。重锤这把武器呢，是可以根据你下落的高度而打出高额的输出，并且你不会造成这个衰落的伤害。重锤的合成方式呢，就是需要一个承重核心和一个旋风棒，这样子就可以合成出这个新武器重锤了。那么关于这个承重核心和旋风棒要在哪里获得到它们呢？关于这个承重核心呢，是需要到这个试炼密室找到这个不祥宝库，并且打开它，才有几率抽出这个承重核心啦。那样关于这个旋风棒呢，要怎样获得？也就是我们击杀这个旋风人的时候呢，就会有几率掉落这个旋风棒啦。现在再来看一下重锤的基础伤害。重锤的基础伤害在2个版本呢，也就是 Java 版和基岩版都是一样的。基础伤害是来到6，也就是3颗星。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重锤在 Java 版这里呢，攻击速度是 0.6， 也就是需要 1.65 秒的时间来恢复，再继续攻击。可是呢，在基岩版的重锤呢是没有攻击冷却的。这里你有没有同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重锤的基础伤害和攻击速度比钻石剑还低？为什么它可以达到出这么高的输出呢？接下来呢，我再来和你分析为什么重锤的伤害会如此的爆炸，这么的夸张的。首先，重锤的伤害不仅仅是只是看这个基础伤害，这里重锤还有一个机制，就是每当玩家在下落的高度大于 1.5 格，并使用这个重锤攻击的时候呢，就会发动这个下落攻击。然而这个下落攻击呢，也就是简称猛击，这个猛击呢才是重锤的伤害来源。那样如果这里我在10格高这里下落，并击中该目标的时候，就会发动这个下落攻击的伤害。那样在高处下落的时候，通常都会比较容易失手，比较难击中这个目标，所以这个重锤在使用的时候呢，会比较吃操作，需要掌握那个手感。接下来再聊一下这个重锤的下落攻击的伤害吧。那下落攻击的伤害呢，是随着你的高度往下落的时候开始计算的哦，而且这个伤害的计算是没有上限的，所以呢，只要你在更高的高处下落，就能造成更高的输出。然而这个下落攻击的伤害呢，也是有特别的算法，也就是它对于前3格的下落高度，每格会造成4的伤害，也就是2颗星。那样如果是前4到8格的下落高度呢，每格就会造成2的伤害，也就是1颗星。然而在对于其余以上的高度呢，每格就会造成1的伤害，也就是半颗星。这里拿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在10格高的高度下落的话，击中该目标的时候，就会造成 37.8 的伤害，也就是19颗星。这里的伤害是没有加上这个附魔追加的哦。这里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下落攻击的伤害加成方式呢，是和这个暴击的伤害计算是分开算的哦。所以当你触发了这个暴击的时候呢，就会增加多 58% 的伤害。那么关于这个重锤呢，可以使用这几个方法造成更大的伤害值。首先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普遍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从高低差呢打出这个高额的伤害，但是那些怪物也不会傻傻的在原地不动吧。这里第2个方法呢，就是使用这个风弹来打出高额的输出，也就是你视频中看到的这样。我们每使用这个风弹往上弹的时候呢，就可以搭配这个重锤呢往下追，并且造成这个高额的输出。这样不仅可以打出高额的伤害，然而你也不会被近战的怪物攻击到，这样也是不错的攻击方式。那样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下重锤的附魔。这个重锤的附魔呢，总共新增了3种的附魔术，也就是致命、破甲和风暴。这3种的附魔呢，都有独特的效果。这里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致命的附魔。首先，这个致命的附魔呢，我们可以在附魔台上附魔到，又或者是在这个试炼密室的不祥宝库里获得到致命的附魔术。每当你下落击中目标的时候，每一格的伤害呢就会增加 0.5， 也就是半颗星少一点。然而致命的等级呢，最高可以来到5级，也就是说每一格的伤害可以提升到 2.5 伤害，也就是1颗星多一点。那这里再做一个实验，就是当我的高度在10格、20格、30格的时候，并且使用这个附魔上致命5的这个重锤，再来看一下这个伤害可以到达到多少。首先我们这里来看一下10格高跳下可以打出多少的伤害。这里我从10格跳下，并且打出的伤害呢是 80.5， 也就是40颗星半这样的伤害。并且这里的伤害呢是有加上这个暴击的哦。如果是20格高的话，加上这个暴击的伤害是可以来到 128.3， 也就是64颗星多一点。
最后如果是30格高下坠的话，加上这个暴击的伤害是可以来到179.4，也就是89颗星多一点。然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致命的附魔呢是和这个亡灵杀手、截肢克星、破甲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只能选一个。是我的话，一定是选这个致命了。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这个破甲。破甲这个附魔呢，同样也可以在这个附魔台上获得到。然而失恋密室的不想保护呢，也是有几率掉落这个破甲的附魔术。破甲的附魔效果呢，就是当你击中该玩家的时候，该玩家如果有佩戴任何装备，就会根据你的破甲的等级去降低他的盔甲韧性和护甲值的减伤的能力。每一级的破甲呢，可以减少15%的减伤。破甲的最高等级呢可以来到4级，所以这个盔甲减伤呢最高可以来到60%。我个人认为这个破甲在生存世界游玩的话，致命肯定是高于这个破甲的。然而 PVP 的话应该还算是可以用上吧。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破甲这个附魔呢是和致命、亡灵杀手、截肢克星是相互冲突的哦。最后再来说一下风暴的附魔，这个风暴的附魔呢是不能在附魔台上获得到的哦，这里只能透过这个不想保护打开的时候获得到这个风暴的附魔术。这个风暴的附魔术呢是有6.1% 的几率会开到。这里风暴的附魔效果呢，也就是当你使用风暴的重锤击中该目标的时候，此刻你就会有一个风弹往上跳的一个效果。这样如果你在下落的时候又击中了该目标，你就会再一次的往上跳，并且当你打到该目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范围的击退效果。那样这个风暴的附魔呢，就可以配合这个新武器重锤的伤害机制，造成更高的伤害。这里每一级的风暴可以往上弹8个，这个风暴的等级最高可以来到3级，所以3级的风暴呢可以往上弹24个。这里如果你的重锤有附上这个致命和风暴的话，就可以满足你无限的在高空来回的击中目标，瞬间带来相当大的输出。当然跳跃的高度呢有可能会让你衰落死亡，所以要注意一下哦。然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当你的状态有缓降这个效果的话，风暴的附魔呢是不会有触发这个效果的哦。那样这里除了这几个新的附魔可以附上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重锤这里附上截肢克星、亡灵杀手、火焰附加、耐久、经验修补。当然这个截肢克星和亡灵杀手、致命和破甲是相互冲突的，我这里肯定推荐你附上这个致命的啦。那样最后这个重锤的附魔呢，我推荐你附上致命、风暴、耐久、经验修补，还有一个火焰附加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处，就看你自己需不需要啦。最后呢，再来聊一下重锤的用途。我觉得这个重锤呢很受限制，因为如果要打出很高的伤害呢，就必须到比较大的空间来输出。然而如果你要满足这一个条件的话，就必须到地表来打出这个高额的伤害。如果是在洞窟使用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这个重锤的伤害呢，在 Minecraft 里，如果他说第2，没有人敢说第1吧。那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并分享出去。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